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你看遍山川湖海。大家好，我是陶三丰。2018年，我骑上自行车开始环球骑行，从亚洲穿越到非洲，再到欧洲，接着到今天，我已经骑行了16个国家，总行程7万公里。在这6年当中，我看遍了山川湖海，人间百态，是骑行，亦是修行。我目前所在的国家是在欧洲的北半球，丹麦。今天也是我在丹麦的最后一天，太阳升起，我即将入境新的国家，环球骑行的第17国，瑞典。进入陌生的国度，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发现自己内心的勇气和坚韧，超越自己的想象，重新认识自己，再一次去突破自己。我将穿越森林王国瑞典，穿越山川河流，穿越城市乡村，找寻内心的平静，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记录每一幅美景，聆听每一段故事，探索等待发现的一切美好。西湖瓜炒得生的牛肉，这是大米粥，这是一张饼，我自己一个人也够吃了。今天是我在丹麦的最后一晚。这个国家真的是我给他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户外骑行徒步的一些人，真的是很幸福的。幻想一下，当你全身湿透、全身冻透、全身被淋透的时候，你能在路边、在树林里随处可见的这种小木屋提供给你们去住宿休息，真的是太幸福了，并且还是免费的。但是离开丹麦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小木屋了，也是很感谢丹麦这个国家。明天我会计划从这边前往赫尔辛格，从赫尔辛格前往霍尔辛堡，我要坐船，差不多是25分钟入境瑞典。安全度过一晚，自行车也还在。检查一遍，这还带了这个昨天还没发现。我这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前往赫尔辛格，坐船入境瑞典的赫尔辛堡。我这把我的垃圾，包括我做饭的锅我都准备丢掉，这个锅已经掉涂层了。吃饭大家都说致癌嘛。出发坐船去。好，这都是别墅区靠近海边，一栋一栋的小别墅，海景房。出门就是大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生活在这里应该会很幸福吧。这海边的这些房子真的好漂亮，都是茅草的房顶。坐船去了，先去看看如何买票。这次是坐船入境瑞典。这就是一个港口的过车点，看看卖票的房子在哪里应该是这个黄色的。好多车都排队在这边过去。看到自行车的标志了。
I want to go car symbol. Yes. One bicycle. Yes, it's 49. 49? Yeah. Okay. Card is okay? Yeah. Okay. Yeah. You go to lane number 8. Number 8. Yeah, that way. Yeah, 8. Okay. Thank you. That's right. 这边本地人跟我讲，这个船的话是25分钟一趟，25分钟一趟，从早到晚都是有的。找到8号车道，然后直接过去等红绿灯，开闸我们就直接上船。8号没人，应该就是专门自行车的地方。啊。我们也走呀。Bicycle. Bicycle, I'm from China. Bicycle from China. Yeah, yeah. 6 years. 6 years, really? Yeah. Where are you going? Going Sweden. And Sweden? Yeah, and Norway, and Iceland. Yes, You traveled 6 years. yes. 17,000 kilometers. Right. Yeah, Sleep in tent? yeah. Tent. Have TikTok or something? I have YouTube. Yeah. How many followers? But TikTok only Chinese TikTok. Yeah. Where are you going now? Going 那个科本新堡， Helsingborg, yeah? 和新堡 You know where to go now to sleep? sleep. I don't know. Where have tent? Maybe here, everything. My wife, she's from Morocco. Your wife? Yeah. If you want, you can come by our house. Thank you. It's okay. You wanna come by? No, it's okay. It's okay? Yeah, okay. Thank you. Otherwise, it will be fun. Okay. See you down there later. 把自行车得放个地方。就把自行车竖在这个旁边了，也没地方绑呀，我这个行李太多了，上面也上不去。现在去这个船舱上甲板上，路边吹吹海风，也喝一点水，主要是太渴了。这个是什么地方？还有狗子。哇！这是船上的超市。好悠闲。来瓶带气的水吧。OK， 一瓶水。不知道这个船上一瓶水是卖多少钱？好。OK。哇。
水太贵了，人民币将近30。这下方这个登船的桥搭升起来之后，这个船就出发了，差不多是20分钟、30分钟就到对岸了。这边就过不去了，就是整体的这么一圈3层，有一种像那种跨国的机场一样那种感觉。超市也有喝咖啡的地方。这老多人。就是上去买了一瓶水啊，他们很多司机都在车上，也没下车。马上就要到了，看一下地图。这边进去之后就到赫尔辛堡了，从这边上岸转一圈，这么出去，太快了。哇哦！这个大哥要操控一下。哦。哎呀。OK。我们这一些自行车、摩托车从丹麦入境到瑞典之后啊，瑞典的这边那些车啊，大半挂摩托车、汽车、房车再回去，也是登的这艘船，它是25分钟来回，一共25分钟。船票呢，我一个人加上自行车是49块钱，折合人民币的话就50多，买了一瓶水是30块钱，这物价挺贵的。就这样顺利入境我环球骑行的第17国瑞典。因为是申根国，我这边是申根签，它没有海关的检测，就像从这个村进入那个村一样，没有任何的阻拦，很顺利的入境了。接下来啊，我准备找一家超市去买口锅，买点菜，看看瑞典这边的物价。听说是越往北走，这边的物价是越来越贵啊。新的国家，瑞典，出发。这出发，一灯掉了。这刚走个200米，脚蹬子掉了，脚蹬子又掉了。上一次掉的时候是在法国，因为我这个圈啊，它上面那个皮圈没有了，等会儿再拧上去吧。是螺丝刀在这儿。平常在路上修车啊，一般就是爆胎，反正都是自己修补啊。我这刚进新国家，整这么一出，这丹麦是舍不得我走啊，这是。它主要是长时间啊蹬的，就是这个螺丝松了，经常得上一上。累了，哦，这个坡太陡了。它旁边有一家土耳其烤肉，吃一口啊。
我想要一个肉饼。You know this picture? This picture. Kebab Yeah. Kebab Yeah. Ah. Where come it from? From China. China. Yeah. Sauce, Sauce. garlic, creme fraiche, Spicy. stock, Stock. structure, Yeah. Yes. China. China. Oh yes. This is China. That's a Thailand election. Yeah. Spicy. Okay. 它这是白菜。 Allah, Other. Yeah, I like this. Only. Only. I like only. onion, tomato. Tomato. Animal good. Good. It's very good. This Okay. Card is okay? is, yeah, Okay. stock, yeah? Oh, Like stock. It's okay? okay. Take away. Take your one. Yeah. Okay. 100 gram. Card. Thank you very much. Welcome. 2个饼花了人民币差不多将近160多块钱啊！我现在往前方找一家超市买点水，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入境瑞典的第1天，听说瑞典这个国家是到处都可以扎帐篷的，准备找块空地去露营。我发现他们这边的房子和丹麦有着很明显的差别。镜子里的自己推车的样子真的狼狈。等会儿下坡的时候就爽了。水也没了。我刚才买那个肉饼的时候没买水，因为他那边卖的水比较贵。行了，接下来路都平了，好走了。一进瑞典，这个信号就变成3G 网络了，太卡了。我这打了半天，我找到了一家距离我7公里的一家民宿，它是酒窖公寓，是个地下室，房间比较小，只有240块钱人民币。准备过去待一晚，把这个信号弄一弄。这边是可以做饭，也有无线网，我也需要传送视频，直接订一下。今天这一天没吃饭，这肚子都快饿扁了。这个房东需要确认，6点之后入住，现在是5点半了，12点退房，可以给他发个消息。我主要是今天一天就吃了1包方便面，从早到晚，已经骑了将近快50公里了。网络也不好，我也需要上传视频。明天再去买锅吧。今天先休息一下，把素材整理一下。这个房东已经给我回信了，他说7点半之后才可以入住，问我可不可以，我说没问题。好了，那我们今天晚上落脚的地方也先安顿好了。现在去找个地方，把这个肉饼吃一个吧，太饿了。这应该算是人家小区里面了，那外面都是车，也没有地方休息。你看，它是3层，那边将近有个10来层，那边有个7、8层，这边又是3层。每一个居民房虽然都建在一块，但是它的层数规模都很不一样。
像我们国内的话，你像一个小区，它就是统一的模型，统一的一个结构。好，在这边坐会儿，吃个肉饼，看看这150块钱的大肉饼咋样。2个饼，150瑞典钱。哎呦，太香了！这是土耳其的烤肉，在一些中欧国家，他们卖的差不多是10块钱，里面是加满了肉片，会放了一些西红柿啊、沙拉呀、番茄酱什么的，这是辣椒。哎呦，没有水啊，渴呀！哎，硬一样吧。在这休息一会，等到7点钟，过去半个小时就可以入住了。这次入住这个太便宜了，刚好在附近，290块钱，不到300块钱。也是入境的第1天，然后整理一下网络，重新整理一下。明天开始呢，现在会进入瑞典的这个深处，开始翻越山。发现这边的小区啊，它这个有公共的烧烤区，还有他们儿童的娱乐区，整体的设施还是比较不错的。继续出发了。这次住的这个虽然它便宜啊，但是是住在一个地下室，空间好像是比较小的。马上就要进这个村子了，这应该是他们村里的一个村民啊居住的楼房。就是一个房子，旁边就是车库，也没有什么大门，每家每户还有一个门牌号码。这个应该好像是一个游泳池，哇！他们从外面搞那个凳子，坐下来喝下午茶，这感觉太棒了。随处可见的公园、乐园，这一路过来，基本上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这种。不错，瑞典是很舒适的一个国家。我看一下老板给我发的这个信息啊，我已经到达了这个目的地附近了。哦，是这个屋，是这一户啊。你看他这个发的这个是小木房子，然后有个过道，从这边下是地下室，这边房间，这就是 Airbnb 的那个标志，然后还有淋浴间。开门步骤都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现在把单车弄过来，直接行李什么收拾收拾，赶紧入住。就是这个地下室，这是那个门。好，推车过来。刚才那个大哥也告诉我，把自行车就放在这一边，因为它这个是个过道，容易挡住。我这已经把行李搬进去了。
参观一下大哥的葡萄藤。这是他后面的一个小院儿，院子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喝咖啡、晒太阳的一个小厅子啊。看这小葡萄，就欧洲人嘛，他就特别喜欢捯饬自家的小院儿。你看，这烤箱、遮阳棚，有地上和地下，看起来就像一层，其实是上下2层。他就把这地下室啊弄成了这样一个民宿。行了，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地下室的房间啊。房东是养了一只猫，它有猫粮啊，有猫喝水的地方。从这边上去就是房东住的地方了。这个门吧，它是一个洗澡间啊，在这里洗澡。这边是洗衣间，有洗衣机。从这个地方过来就是图片上的那个门了，这边就是爱比邻。打开这个门就是我们的房间，这个是卧室。它下面是一个抽拉床，打开之后是上下2个床。这边是厕所，啊，这个就比较小，只不过有一些这种水的管道啊，房檐上都很多。这边是厨房，算是一个小客厅吧。整体来说还是挺干净的。做饭的话就是用这个，它是通电的，咖啡机、烧水壶、咖啡糖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并且老板还给你准备了这个小零食。这是冰箱，冰箱也准备了一些啤酒、可乐，还有矿泉水，都是免费喝的。刚才我是没忍住，直接拿了一瓶大水，咕噜咕噜全给干了一半。这个床也是很舒服呀。好，把这些鸡蛋放这儿，这是牛肉，放进给它冻起来，不然就坏了。其他的也没啥了。啊，还有个地瓜，地瓜可以煮个粥喝。看这些。住宿的时候呢，就把一些用的电器啊充上电，就没用几个充电宝，2、3个，还有一些手电筒什么的。我找一下药吃。这2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牙龈肿了，今天是肿的太厉害了。刚才吃了那个肉饼之后，又肿起来了，现在好疼啊！已经连续3、5天了。这是我带的西药，有一些头孢什么的，阿莫西林。就是这半边，这个下颚这边，感觉里面有个特别硬的东西，特别难受。这说话呀、吃东西都特别疼。今天一吃那个肉饼，又一下就严重了。估计得吃上那么5、6天。刚进新高家就各种不顺，脚蹬子蹬掉，然后人就上火，并且我左腿的这个大腿内侧这一道肌肉拉伤，走起路来都有点疼。之前每进一个新国家的时候，都是第一件事情先办理这个国家的手机卡，有网了能接收信号之后，再去汇算当地的货币嘛。但是现在嘛，我是走的欧洲，欧洲的话呢，它统一都是花的那个欧元，所以就把换钱的这个步骤啊就省略了。手机卡呢，我也是通过朋友的帮助啊，办了一张全欧洲所有申根国家境内的这样一张手机卡，是在法国办理的，目前是用的这张卡，每个月呢是100个 G 的流量。这样手机卡呢，这个时间也给签领下来了，但是也是面临月底了，我这流量也用没了。本想今天呢住个宿，能用无线网能快一点，结果这边无线网也不好使，网络信号也特别差。那我今天晚上就不计划做饭了，就吃下那个饼，再煮个粥，喝完之后就早点睡觉了，再洗个澡。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你看遍山川湖海，安全度过一晚。天气也晴了，阳光也出来了。
今天继续出发。现在所有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再检查一遍有没有落的东西。背包、厨房，这是我垃圾，全部给装好了。这些瓶瓶罐罐，这种瓶罐的话都是可以拿到超市里面那种机器退钱的。这个瓶子写的是2块，这种都是1块，这种是2块，这种都是老板带的，免费给我喝的。这个就给人家弄好，放在这里。准备把自行车也整理一下。6 years? Yes, for 17,000 kilometer, long time. So you have been biking from China? Yeah. Serious? Everything bicycle. What is the YouTube name? Oh, okay. This is my YouTuber. Okay. Yeah. I must take a picture of you when you Okay. have all your things. Okay. Pictur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friend. 然后他要骑这个车出发了啊，穿着皮夹克。好了，接下来我也要继续出发了，加油！大哥走了，他是骑摩托车，应该是3、5朋友一块出去玩了。看着周围的麦子都也割了。我现在的所在的位置是在赫尔辛堡。那我今天呢，计划前往马卡吕德，预计是75公里。这环境空气太好了，瑞典。咩！我他真回应啊！咩！咩！咩！我这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这边是一个公交站牌啊，它这有个按钮啊。这应该说的是瑞典的语言，不知道说的是啥。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会儿，骑了将近1个半小时了，身上已经出小汗了。今天这个温度不错，我这穿的秋衣秋裤啊。不过它下午没有太阳之后啊，就会变冷。这个不知名的小村庄的居民房子比较有特色，白色、红色、绿色，全都是这种小木房子。这边又变成了楼房，就是它每一个村中的房屋建设都比较奇怪。我今天出发的时候忘记打水了，现在2个杯子里面都是没水的。从前面找一家超市买2瓶矿泉水，全都是一栋一栋的。这种比公寓要方便，咱们还是去这个超市吧。利地楼，这个超市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也便宜。最近咱们不是丹麦那个汇率了，现在在瑞典的话，它有这个瑞朗是比我们人民币稍微低一点，丹麦那边的话也是比我们人民币稍微高一点。这怎么过去啊？拿这个袋子。买点水，再买点今天中午吃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再去买吧，不然带多了也沉。芝麻开门，这个是苹果带气的，这个不行。22.9，这个差不多20块钱。小黄瓜，水果黄瓜。挑一下锅呀！哎呦，这个锅怎么这么重啊？还有这种小锅，这种锅的话，一个菜都炒不了。哦，这下面全是铁的，这种是烧烤盘，太沉了。没有大小适中合适的，这个就回头再看吧。这种都太大了，又大又重。这一个锅是249块钱，差不多200多。行，差不多了，就买点水，买了个面包。
127.68，我是120。这也蛮好啊。就这点东西花了120多。这个车是什么车呀？一般在一些欧美的电视剧里中可以看到啊，一个小型老式的皮卡车，看起来特别帅气。哇，这看起来像一个公园呢，它是一个人的家里，弄的这个草地修的太平了。看到路边这片树林子，看起来特别有意境啊！这种全是欧洲红杉。哇，这还有蘑菇。这个蘑菇好漂亮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品种，不知道也能不能吃。你看，这个一进树林子里，这个季节。全都是蘑菇，欧洲红杉树。这种树的话，一般都是制作圣诞树的重要的一个树种，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生物之一啊。下面这个青苔，踩起来还很舒服。哇！一般就是用来观景啊，有些草坪啊、公园啊，会有这些树种，包括一些木材厂和造纸业，他们去用这些树。去制作，反正也是很有的一些经济价值的。这还有一个，在野外这种东西我不敢吃，它要是说蔬菜瓜果那种啊，我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吃完了我怕中毒，算了。期待大家告知，我对这些东西的话，属于一片盲区。这种感觉，森林秘境。呜呼！这除了一些白色的蘑菇，这边还有刚刚冒土的这个灰色的蘑菇。仔细看一下，感觉好像又可以吃，跟蘑菇差不多，也是这种一层一层的。这种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好了，这一片的话，森林的覆盖率能达到80%以上。哇，两边全都是红杉。现在这个天突然阴过来了，刚才在这家超市 COOP 也是第一次进这个超市，买了一口锅，我准备从前面找个躲雨的地方就停下露营了。这天阴的太厉害了，全部阴过来了。这个位置前方是有一个凳子的，这一块是一个滑板乐园，草坪不错，不行就在这里了。就不走了，直接在这个地方露营。这是公共设施。可以了，这片草地是不错的。今天的话，本来是计划骑行75公里的，结果到这个地方也就骑行了50公里吧，就不往前走了。这片不错的，刚好在这个城市的外围，因为瑞典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可以露营的嘛。像这种地方烧火，提供给游客去乘坐游玩，这个地方是可以住的。这个雷也打起来了，雨也下起来了，只能下着雨把帐篷扎起来了。
是下的雨啊，这是下的冰雹呀！哎呦，砸得我头皮疼啊！你看这一个多大！我操！完了，这无处躲避呀！这，我操！哦，这些全都是这个冰雹啊！这从天上砸下来，砸得我头都疼。我现在得赶紧把这帐篷弄起来了。这老大。好冷啊！这下全湿了。这秋裤也没干，裤也是湿的。昨天晚上本来想着做饭的。躺着休息了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个帐篷门都没关。我先看一看自行车都没动，啊，还在。今天出太阳了，好在安全度过一晚呀。啊，昨天这个睡袋这边全是湿的，这边全是湿的，我就没有盖了一半，然后一半是在这里，一半是在这里，睡着睡着就全部盖上去了。啊，这边全是这种大的蜗牛。太阳也不错，我赶紧给它晒一晒，不然等会没衣服穿。准备做点饭吧，好饿呀，感觉真的好饿，这肚子一点肚子都没有了。昨天也买了一些菜，买了一些肉，这是买的新锅，这个锅的话也是比上个锅要沉不少。
黑不溜秋的。哎呀，太多了这些东西，走开，全都是。走开，走开，走开，像个球一样的，走开。把这个菜板拿一下，把这个肉切小块，切小块，然后炖到锅里面炖肉吃。这个水好像不太够了，还有一半，差不多。焯水。哇，这种西红柿比较好吃啊，水果西红柿。一般正常这种大的西红柿，这边欧洲卖的可以说是没有西红柿那个味道。这个小的话还不错。又下起来了，刚刚要晾干，又下起来了。这自行车是一宿没动它，也没锁，就这样一晚上。我这睡得太死了，昨天晚上太累了，赶紧躲进来。这鞋子、锅、菜板，又下起来了，又下起来了。把这个水倒掉，不要了，重新加水。再加一点气泡水吧，这个是带气的水，这个水的话确实不太够了。再会有点姜、胡萝卜。已经煮了20分钟了。哇，把玉米放进去。再煮一会儿。
哇，喷香喷香。这太阳啊又出来了，放点盐。最近吃的要清淡一点，因为这个牙龈上火。好了，少放点吧。胡萝卜玉米汤已经炖好了，我这炖了差不多有1个小时，味道特别的鲜美啊。这也是比较清淡的。哇，这个汤也是很补的，很香。你像胡萝卜里面的维 C， 玉米里面的纤维，肉蛋白质。饿坏了。先吃饱吧。原汁原味的排骨，真香哇！我这2天的牙龈啊，消了不少了，然后下面的这个淋巴这块啊也消了不少了。它外面起了一个这种小泡，它是像个小肉球一样，这样拱起来了。这是里面不拱到外面来了，我估计还得再过个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下去。就是这半边上火。以前的时候上火我是流鼻血、扁桃体发炎、说话喉咙沙哑，现在都好了，就不那么严重了。也是在外面吧，就是蔬菜吃的少，然后水呢那2天喝的也少，这2天就吃点清淡的，多喝点水。今天不行，我在这边再待1天，把这些衣服什么的再重新晾一下，睡袋啊、帐篷重新整理一下。昨天防潮垫也是潮的，现在还是潮的，重新晾一下，弄一下，不然这个天阴的，晚上露营又下雨的话，又是潮的，就先休整1天吧。昨天为什么不知道，就突然下起了冰雹，吧嗒吧嗒吧嗒，给我打的这个头皮都疼。大排骨，等会儿是差不多了。我用这个汤啊煮个面条，这是超市里面买的那种本地的面条，瑞典面条。煮一个，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瑞典。今天是8月1号了，新的1个月，新的开始。昨天是没有骑行的，在这里休息了1天露营。帐篷和单车有点湿，还在下小雨。等会儿雨停了，收拾一下就出发了。昨天晚上睡的是比较早的，今天早上起的也早，7点钟就起来了。煮的大米饭、西红柿炒鸡蛋，还有生菜，煎了几个肉片儿，这也是比较精致的一份早餐。这边还有酸奶。我现在是在这个奥斯永河的附近一个小池塘边，然后我要
今天就骑行70公里吧，75、6公里。咱们去这个永比，前往永比啊。永比呢也是一个小镇，瑞典的克鲁努贝里省永比市镇的一个镇。然后从那边找个地方去露营。不知道这个雨什么时候停啊？一直在下毛毛细雨，特别细。先吃饭。这个内帐的下面也全湿了，还有这个防潮垫，防潮垫也是湿的，睡袋也是潮的，外面还在下雨。先收吧，先收吧。阴天下雨，收个帐篷真的太麻烦了。好在全部晾干了，用了将近3个小时吧，快。现在是11点半出发。这个小屋不知道是干嘛的呀？这个雨它一直下，下得很密，但是很紧啊。好像是一个电楼子呀。打不开的，上面有应急灯，还有摄像头，里面有电机的声音一直在转。本来想找个地方躲躲雨的，这个地方还不行。这应该是钓鱼的平台。对面湖边全都是这种台子，前方有一个桥洞啊，去那边可以稍微停一下，把这个脚蹬子打点油。一下雨一淋雨啊，这脚蹬子它就吱吱乱叫。这个是一个链条油啊，已经用了半瓶了。一般就是这里响，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淋了水之后它就吱吱响。不知道这个自行车还能不能坚持完今年呢？也是骑了好久了，轮胎也是换了又换，链条也是换了又换，刹车片也是换了又换，框架还是那个框架，也陪伴我好多年了这辆自行车。
这是一棵苹果树吧？还真是，掉落的地上全都是。哦，这是苹果，可以摘一颗，摘一个，这个，摘一个就可以了。酸酸甜甜，一边骑行一边吃个小苹果。招虫了，有一个虫。哎，继续出发。全部都是欧洲红杉，并且我在这个路边发现了一个巨型的蘑菇堆儿。都被虫子吃烂了，特别可爱啊！这个肉嘟嘟的，哎，这个是什么呀？像屎壳郎一样，还长蛆了！哦呀，哎呀，这个是虾大创吗？好像是甲壳虫啊，太恶心了！全部都是红杉树，这是树林子里面全部都是蘑菇啊！雨也终于停下来了。等会儿往前找一个小凳子、小桌子什么的，吃点东西。我这还有饼子。这还有一个这种观望瞭望塔，但是这个地方瞭望的是什么呢？嘿，嘿，这个太窄了，一般人还真上不来。哎，竟然长了这个。这个好像是可以泡茶喝的，我记得湖南的有一些地方山里面啊，有一些这种茶叶，梅茶嘛，是叫梅茶吧？好像有点像，又不是。哦，在这个地方的视角确实是比较宽阔的，这是一片地。马蹄南徐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覆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和。好，呼，高歌一曲，天下任我驰骋。休息一会儿。包里还有点零食，这是带的薄荷糖，昨天的小面包。这个面包呀特别好吃，还有3个，它里面是夹心奶油的。这个奶油很香甜，有水果的味道。这一袋是20多人民币吧。干我坚果粉碎机。终于是看到人了，骑了一天，穿越一片丛林又一片丛林，这是看到零零星星的几个本地的村民。这个雨又下起来了，
天天下雨，太烦了。这晚上，哎，我这今天晚上又想露营又想住宿的，我操，下紧了。越下越紧了。这个天我是真想找个桥洞子去住了，我都不想骑了，太难受了，全身都是潮的。我也看了天气预报，现在是17度，最高是18度，最低是12度。哎，来了个狗，你好。温度是很舒服的。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这1个星期结束，我所在这个位置，你看全都是降雨啊，全都是下雨，所以你不骑也没办法，天天就这么下。哇，这个真是个好地方呀！这应该是一个废弃的加油站吧？这个地方要是晚上在这露个营，雨也淋不到。但是时间太早了，再往前走吧。准备再往前骑行一个30公里，从超市里面买点菜，然后做个饭。再类似于找那种躲雨的地方去露营，那是最好了。找不到没办法，刚才我看了一下。我早早的吧，我也没有订住宿的，现在订不上了。除了几个1、2千块钱一晚的，其他的便宜的都没有了。这边人口又比较少的，这种民宿上的房子也少。过马路，骑行绿道。这边有一片停车区，前方啊有2个蓝牌子，那个蓝牌子就是要离开这个新的省份了，就是斯科纳省进入克鲁努贝里省，进入新的省份。这边这个道路就变窄了。瑞典的不管是乡村还是城镇，人流量都比较稀少。我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小镇马卡吕德，这已经是6点40快7点钟了。店铺关门的关门，下班的下班。我最近就是说一进瑞典之后啊，看到他们这个房屋建设都比较奇怪嘛。我之前的时候好几年之前了，在家上班嘛，那时候就上班下班没事和一些同事们玩手机打游戏。这些房屋建设特别像那个就那个吃鸡游戏里面那些房子，尤其是那些一栋一栋的，就像一栋一栋的这种小房子，我就觉得奇怪，感觉就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在游戏里面早就已经见过了。再往前骑行个20公里，去趟超市。这几个房子和我们学校的，好热情，和我们学校宿舍楼都挺像的。这边的人看到你拿手机在拍照啊、录视频啊，他们都会不自觉的去打招呼。有的时候我这个相机吧，它录的时间长，它会黑屏，我是看不到的。上一次就有很多的一些在船上，一个小姐姐是一直疯狂的打招呼，后来也是看视频才发现的。就拍的时候注意不到，有注意到的可以互动一下，这个也是蛮好的。太爽了，这个温度也合适，雨也停了，估计今天晚上还会下，最好是找到一个躲雨的地方吧。真的，这2天淋雨淋的我太难受了。哇！
这个超市 COOP， 上次买过锅，里面的东西还不错。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开门和关门时间。刚刚8点钟，他们应该是心情不好，加上下雨啊，提前就下班了。乌兹人是比较准时的。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小镇，今天就在前方，还有个2公里的地方去露营。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吃了，还有几张饼。如果我还要再找超市的话，需要往回返5公里，来回就是10公里。今天晚上就将就吃点吧，先去看看前面那个小湖边，看看怎么样。我就有水就行，还有几个饼，今天晚上不行就干炸饼。这来晚了，迟到了2分钟。经常有很多朋友们问我，你为什么逆行啊？我有时候从那边走，你看，它右边这条道是就是步行走的，你自行车是不可以走的。你看那边那个牌子是什么？这边那个牌子是自行车走的，人也可以走，但是那边那个是没有自行车的，所以这个自行车我们只能到左边来走。这样看起来就像逆行，但是它实际上它就这么走。明白了吧？自行车就走自行车的，走路的就走走路的，开车走开车的，还有一部分人他是骑马的，骑马的呢就走骑马的，有一些土路。在我们右手边的这一排工厂，它是一个啤酒工厂 J.PLYMONTHAB， 这个应该是关门了，也算是一种民间的啤酒。改天我们去一些超市里面买一下瑞典的啤酒，品尝一下这边的。比利时的啤酒是不错的，瑞典的啤酒咱们也尝尝。看，它后面是制造啤酒的一个工厂，这一块应该是它的展柜。这个点都关门了，怪不得呢。这边呢，它在地图上显示是一个游泳区，下面有一些小桌子、小凳子，不知道有没有人啊？有的人的话，跟他打声招呼。先把单车放在这吧。门窗都已经封住了，看样子已经是很久没有人在这边了。刚好可以存下一个帐篷，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他这个人都没在，你看门窗都封了。这里还是一个游泳圣地，3颗星，禁止骑马的，也禁止遛狗了。这是一个烧烤区域。下面还给人放了汽油吗？这个好像是雨水，这不是汽油。你说我今天骑车下了1天雨，到地方了也出太阳了，夕阳了，一骑车就下雨。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跳水的平台。天然的游泳池，好深呐！这下面不知道有多深，它是黑的，水黑就像个深渊一样。越美丽的越危险，咱们不知道这下面什么情况，所以就不要下了。这后面的天都是黄的，专缺这个房子啊。它这全都封住了。哎，有一个是开门的。我的天哪，这里面也太潮湿了吧！哎呦，太脏了，又湿又潮，这个不行。还有一点瘆得慌。算了，这个里面不行。这是一个厕所，看能不能打开。哦，可以的啊。哎，这个厕所不错，它这里有这个压水机，可以冲掉洗手液还有卫生纸。哎呀，这里还可以充电，可以。好了，那我今天就准备在这个地方了。在这个地方上去，这个门不知道能不能打开。这个
个门竟然是可以打开的。哦呦，这是空调的外机啊！哇，里面好深呐、还有一些电闸什么的。算了，这个里面就不进了，里面好深呐、我天啊！瘆得慌，瘆得慌，还是在外面吧。外面还不如淋点雨也比这里好点。这个门也可以打开，里面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感觉它是已经废弃掉，全都是烂的，里面全是烂的。所以我就在这个平台上面那个房檐下，稍微淋点雨的话就淋点雨吧，在这边把帐篷扎起来。这个已经算是能找到最好的了。明天未来这1周都下雨嘛。我来看一下蘑菇，灰色的蘑菇，白色的蘑菇，白闪闪，红杆杆，吃完直接躺板板。这外面还是有风啊！算了，我还是搬到帐篷里面去做饭吧。我本来想在这里做饭的，这外面还是有点风。我帐篷就扎在这个地方，自行车是放在这个地方，用地布给它盖起来。因为这地布是湿的，也晾一晾，稍微盖一下，因为雨也淋不到。搬进去。这根火腿肠也是好几天了，闻了一下味道还是可以的。这是煮了也是好几天的鸡蛋。在包里都忘了，这个都坏掉了，等会儿给它煎掉。这还有肉肠、肉片肠，这个也还能吃。就是没有青菜了，没有青菜咱们就吃这个香菜。等会儿呢，用这个饼啊，这个饼也是我第一次买，这是一个做披萨的饼，我摸着听吃特别软，特别鲜，我就想着当我们中国的大饼吃了。还有个香蕉，还有一个酸奶，等会儿把这个全部煎一遍，煎一遍之后啊，就着这个饼吃，喝点酸奶。今天晚上就简单将就一口。火腿肠也放进去，一并煎吧。把这个青菜放在上面，差不多了。香菜，如果这个饼好吃的话，以后可以买这个披萨饼，特别软，还有点香。吃起来好像比较干巴。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快12点钟了，外面那个天呢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它就是这么黑了，淡淡的那种浅蓝色。再过个3个小时啊，天就蒙蒙亮了，4个小时就亮起来了，5个小时就日出了。所以我要赶紧休息了，朋友们，明天再见。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你看遍山川湖海，安全度过一晚。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的瑞典。今天已经是8月2号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瑞典的一个小镇特拉吕德。今天呢是前往52公里处的杜拉普啊，是另一个小镇。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个3星的泳池旁边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房屋，这边的门窗啊都被木板钉起来了，也没有人，加上下雨，我就在它这个房檐下扎了一天的帐篷，还不错，睡得也比较安静。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我把垃圾丢掉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它附近的一些本地人啊，搬了一些桌椅过来晒太阳、钓鱼、游泳来了。下面还有躺着看湖面的，一切都是那么温馨。这个太阳完全放晴了，现在准备出发，先去后面超市吧。后面超市1.5公里，不然等会儿骑个几十公里都没有东西。也没买啥，就买了一瓶水，买了个面包，买了个饼。等会儿路上饿了再吃吧。这都是一些老的，当时的它那个墙体都废弃了。这有苹果，这个轮廓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一般有教堂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墓，但这边墓比较少，就看到了一座墓碑，孤零零的伫立在这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地段，包括它这个围墙，包括还有这个教堂的位置啊，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比较繁荣的。现在有一些本地的一些人啊，过来散步遛弯儿。金发碧眼，身材真好。这边才是墓碑群呢，这个都已经坏掉了。可以看到上面有2个特别精致的图案，那边还有一些新的。这个就是整体的一座大门了。咱们是翻墙进来的，大门是在这里，好尴尬呀！这边就是这个整个教堂的历史，包括当时挖掘出来的东西，最开始的原貌是这样子的。都放在本地的博物馆里了。前方几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博物馆，这都是用岩石搭建的一个桥洞。只不过现在水流都已经不流通了，看到特别的浑浊，一片繁荣之地变成了一片废墟。给你一个草吃啊！来，吃。他不敢碰这个，这个是有电的。门儿，这是有电网的。牛全起来了。来吧，让你们上个镜吧。大
牛，小牛，牛，牛，老牛。这个牛场里面的，这是小苹果吧？这也太小了，太小了，但是它都已经红了。神桃尝百农。这些小院子是真干净。一路紧赶慢赶呀，现在是来到了永比了。这座城市挺大的，这边有一个立德超市，在这边把蔬菜和肉买了。我已经订好了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它这个地方吧，不是民宿，就一个房子，一张床，水电什么都没有。等会儿到了大家就知道了。把车子放在这里吧。前段时间买的这些矿泉水瓶嘛，这一个是2块钱，准备去超市里把它换成小票，然后再买东西的时候把这个抵掉。差不多是1、2、3、4、5个瓶子。好了，刚好有个大哥在这换。Very much. Okay. 3、4、5、6、10，然后再点一下，有个票。Thank you. 看，就这个就可以顶10块钱了。拿这个袋子去买东西。白菜、姜、葱。这个是香菜、10斤面条、1只鸡、蘑菇。今天咱们来个小鸡炖蘑菇。这2天天天在野外看蘑菇。然后我们这个票等会抵一下，10块钱。啊，它是减10块。Thank you， 拜拜。一共是花了214，减了10块钱，还是这个超市合适。哦，已经下起来了，下得好紧呢。这我距离那个地方还有个20多公里呢，先稍微等一会儿吧。这座建筑感觉像火车轨道的那种候车厅，好老的感觉，像一个仓库房啊！这是一个仓库房。现在来到这个小镇叫拉甘，这边全都是一些仓库。行了，我这今天为了躲避乌云，
一路狂蹬，稍微淋了一点雨啊，问题不大。再往前走个10来公里，差不多呢就到今天的住的地方了。我这个住的地方啊，我是花了130块钱，也是从网上订的。他这个房间呢，老板也告诉我了，他说你确定要订吗？我这个房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灯，什么都没有。我说我确定，我说就是房子能躲雨就行。他说你要不你可以头5啊8、9点过来帮我干活，然后呢你免费住，咱们一起吃饭。我说我8、9点我还是在睡觉呢，所以他不知道我骑自行车的，我过去看看吧。就一个房子，有一个床，其实床都不需要，就给我一个房子就行了，躲雨就行。这晚上天天下雨，早上起来帐篷全湿，收帐篷特别难受，浪费时间。130也能接受，这也是我在欧洲住的最便宜的民宿了，什么都没有。快到了，就在前面了。这边吧，你看导航就这么导的，这是一个公园里面，鹿在乱飞呀。刚刚这一路过来，看到了3头鹿，在马路上来回乱跑。杜拉普到了。看到他们地下室都开着灯。森林木屋，就是这个房子了。过去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仓库房呀。哎，到了呀，就是在这里啊。看没，这个房子就是。哦，这是个音箱店。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走过了，应该就是路口上面那个白色的仓库，就是这个。啊，哎，还不错呀，有灯吗？啊，没有电。对。房间给它打开，就是一张床，什么都没有。这是给我准备了地毯、毛巾，还挺好的，就是没有电。看，这个是床单 ，OK。啊，就这么一间房，还不错啊，最起码能挡风。总比扎帐篷强啊，可以的。
今天晚上的晚霞漂亮吧？刚才飞了一下。我把这个葱姜蒜，还有一些香菜，包括鸡肉、姜、大葱全部切好了。蘑菇，这蘑菇在老是心心念念好几天了，今天从超市买了，这个没毒，这个能吃。今天咱们来个鸡肉炖鸡汤喝，吃蘑菇。先煮一下吧，我今天水不是很够了。简单的调个料汁啊，酱油，放点料酒，没有了，生抽也没有了。13香，白糖。等会儿这个鸡肉蘸着这个调料吃。那么多鸡毛呀，它这个不演的人吃这不脱毛吗？全部给它捞出来，就不换水了吧？水不够了。哇，太香了！先来一个鸡翅。今天都吃了辣椒了，感觉这个牙已经好多了。爽。我今天还磕到头了，直接卡到那个脚上去了，头还给我卡懵了。哇，爽！直接下手了，还是有点烫。
哎呀，这吃完了饭困了，早点休息了，困了，哎呀，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他是11点退房，睡觉。这外面的雨声太大了，哗哗的，在这个小房子里面都可以听到这上面滴答滴答滴答的雨声。东西昨天晚上都没收，吃饱了就睡了。准备起床收拾一下东西。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瑞典的杜拉普，今天呢先前往25公里处的韦纳木，那边有一个户外店。哎，手机卡了，哦，没电了，手机关机了。因为昨天入住的这个小木房子吧，它里面没有水也没有电，就是一张床一个房间。我这已经给它收拾的好了。临走之前再检查一遍，养成一个好习惯，都是总结的经验呢。好了，今天要继续出发了，把门给它关上，垃圾放在这里就可以了，老板他会打扫的。先去寻找一块风水宝地，给大地施肥料。这边呢有一个纪念碑，有个小坟啊，看起来还是比较独特的。这个就是瑞典的一位特别出名的贝斯手，可以看到他的相片。他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就在瑞士的巡演当中，在车上翻车了。他的粉丝吧就特别悲痛惋惜，他的一些追随者就筑立了这样一个墓碑群，可以看到有些唱片、啤酒、火鸡，包括一些摇滚的 rap 的一些吊坠啊。这是他的年轻时候的一些照片，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影响还是比较巨大的。只不过车翻了，人呢也不幸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故，留下了这样一个墓碑。所以人固有一词，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在此安息吧，致敬每一位创作者。在这个墓碑附近啊，小树林，这块不错，车放这儿，挖个坑去。摘点苹果，管它酸甜的，能吃就行。装兜，这些都没红，里面全都是。地上掉的这些都招虫了，这个也招虫了。行。哦，
啊，好酸！啊，我太酸了。先撑一下吧，没有水了。我现在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省份——盐雪平省，跟这边1、2天就可以入境一个省，1、2天入境一个省。这也伴随着我很多天的牙龈上火呀，已经好了，这牙也不疼了，好多了。接下来就可以吃辣椒了，胡吃海喝。这2天吃的就比较清淡啊，煮排骨啊、炖鸡啊、蔬菜啊都没有辣味儿。啊，受不了了！这天天下雨，搞得人都麻了，崩溃啊！没事儿，朋友们，再往前走一走，我只要碰到小亭子躲雨的地方，直接停下来睡觉。又是淋雨的一天，快骑吧！这几天的骑行啊，让我忽然间回到了几年前的贵州。千瀑之国，天无3日晴，地无3尺平。今天这条路也是上下起伏，上坡比较多，太难受了。这几天淋雨淋的脑瓜蒙蒙的。看一下，快了，还有个10多公里到下一个小镇，到那边我就停了，能找到躲雨的就找到，找不到就直接露天扎营。这我在路边看到好几个了，刚开始以为是坟堆啊，仔细看一下，2，啊，这是一个老的路碑，但是从这个角度，后面这个森林透着诡异的这个气息，像一个坟包一样，但是它是一个路碑，瑞典这边的路碑 ，MRL2应该是2公里的地方，后面有个1公里，前方应该是3到4公里，啊。起，陪我一起放纵，嘿，放纵，嘿，哇！多是 falling boy， 那个区别你这是不被 falling boy， 就知道的说，this is so crush it f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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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ing， we will rock you， hey rock you back。
还有个黄粉虫，这个蘑菇比我头都大。这我记录一下，史前巨菇。快到了，快到了，终于快到了！前方就是村镇了，还有个6公里。克莱夫斯胡尔特到了，雨终于下得小了。我在瑞典骑行这段时间啊，都是走的一些山区，没在海边走。这边也就是他们本地一些村民啊，包括一些房屋的建设啊，包括城市的一些建设呀，整体的了解了一些这些。当然了，人是特别少的，一个村镇、一个小镇，一天下来见不到几个人。如果是在海边那条线走的话，会见到人很多，都是游客。所以过段时间吧，再有1个星期10来天左右，我也考虑切到海边，那边风景会好一点，人也会多一点，热闹一点。最近都是在一些山间树林，人比较少啊，真的太少了。前方去村镇里面，先去那个公园看一看。哎，意外之喜，小亭子。哎呀，这可太好了！旁边是个加油站，我看一下能不能住啊。哦，住应该没问题。它这个木板是比较干燥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这个附近的餐厅啊，过来平常吃饭喝咖啡的一个地方。我再去后面那个公园看一看吧，这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搭帐篷，睡觉的话就铺上防潮垫、睡袋就可以了。看看那个公园那边行不行？都得转一圈踩点儿。又下起来了，这2个公交站牌不错，但是它往里烧雨啊。那边是垃圾箱，很干净。不下雨的话，都是露营的好地方。来到了这个公园，这边有滑板的、踢足球的、打篮球的，过去看一眼。再往前走啊，就出去这个村镇了，所以很小，零零散散的几户村民。有的，这就是这个小的公园，有一些滑梯、悠潜什么的。一个这种设施。桌子凳子，好地方是好地方。我估摸着还得回那个小亭子那边。这里还有一个小屋，这个小屋确实不错，太小了。我这1.8米多的身高，这根本就撑不开腿啊！只能去第一个地方了。就那个地方椅子上吧，就不扎帐篷了，铺上防潮垫和睡袋，只能这样了。这附近地图上我也找了，也看了，没有适合露营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可以露营，它没有适合就是说挡雨露营的地方。没办法喽，只能回去了。今天晚上就将就一晚，明天去住宿了得。受不了了，身体上感觉挂了一层霜。
河北徐志宏。这个洪水，这太严重了吧！哎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提前。希望都快点过去也好起来。捐了2次，第一次是10块，这个是2万块，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了。希望一切都好。没有依赖，却是太多依赖。寂寞的广场中央，是谁的对白？追赶我的空白。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怕多年一个人太深刻，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到过的地方，的模样，我以为喂，九，找到住的地方了吗？哎呀，我这今天下雨，完了找了个小亭子，刚刚切完葱姜蒜。你吃饭了吗？对，我还没吃饭呢，都饿坏了。今天买了龙虾，我就吃龙虾了。行，那你休息吧，我做饭了啊。好嘞。今天在超市里面买的小龙虾，它都是冻起来的，都化开了。切了一点青椒、土豆，这边是干辣椒，还有蒜，还有姜，准备开始把这个龙虾炒一炒。过2天我得去找户外店买气罐、买装备了。放油。油烧热，辣椒蒜，加入龙虾，加入啤酒啊。加一点白糖提下鲜，还有胡椒。哎，这个不是胡椒，这是13香。这胡椒已经没有了。差不多了，大蒜。
洋葱、青椒、土豆，稍微都放点儿，还有辣椒。刚刚去那边上了个厕所呀，小龙虾应该是煮好了。这个龙虾它不可以煮太长时间，再煮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我今天晚上吃完饭把这里全部收拾来装起来，单车呢就放在旁边，明天早上起来之后啊就直接出发了。已经订好了住宿的地方了，住2天，一个民宿花了600多。现在是看一下时间啊，远方的天还没有黑呢，是23点04分。这个天啊就已经这么黑了，黑也黑不到哪里去了。凌晨的3点4点钟天就已经亮了，所以天黑就那么几个小时。准备开吃。这次这个龙虾我们的配料呀不是特别好，因为没有花椒了，配了一些菜，然后锅呢也不是特别好，反正有那个味道就好了，已经馋坏了。闻起来还是挺香的，不错。这2天啊有点牙龈上火嘛，不是一直都没吃辣，今天啊这个已经下去了，不上火了。已经入味了，哇，香辣。我发现这个他们欧洲这边的龙虾还是个头比较偏大。等过2天在吃龙虾的时候，把花椒、干辣椒全部弄好，换好锅，好好做一顿。这个味道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差点意思。再来一张饼啊！这个龙虾的它肉质啊刚刚好，如果再多煮几分钟，它就过去那个劲儿了。甜椒，感觉这个甜椒都比这个龙虾稍微好吃一点。土豆，洋葱，这个汤汁适合煮面条呀。香菜，大家看一下，汤汁还是不错的，留着明天煮面条。这个龙虾它是叫一股什么赖菇虾还是叫什么菇虾来着？我忘记了。它是比一般的龙虾呢要不一样的，它是，你看它的钳子里面都是肉，比较大，它的屁股这块呢是凸出来的，比较胖。钳子都可以吃，头就不吃了啊。看，这个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嫩的。吃完了之后，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起来。今天呢是不扎营嘛，不扎帐篷，就躺在这个木板上，防潮垫一铺就直接睡了。天为被，地为床，一生坦荡，自由自在。我明天计划早一点出发吧。那个民宿它是3点钟之后才可以入住，距离那边是50公里，5个小时。卡的这个点过去刚刚好，在路上可以慢慢停留，慢慢走。希望可别再下雨了，这几天天天淋雨，崩溃了。被雨淋傻了，头发从来没有干过，全都是湿的。住宿好好洗洗，好好睡觉，洗衣服。
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你看遍山川湖海。好潮啊！现在的这个游客是越来越多。准备起床了。这是昨天晚上剩下的那个龙虾汤，准备一个汤汁，加点水，煮个面条，就当早餐了。烫了几片生菜，还有火腿肠、面条。今天是46公里到那个民宿，连续好几天了，天天淋雨骑行，身上特别不舒服，所以我就定了2天，休息2天，洗洗衣服、洗洗头、洗洗澡，充充电。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准备出发。今天呢是从这个位置前往48公里处的盐雪平，去那个民宿。盐雪平这座城市吧，在瑞典人口排名第9，也算是一个人口比较大的城市了。我这是看到了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墓碑群，他们十字架都挂在上面，但是它这个楼看起来特别的精致啊，看下面全是坟。这是一座下方，它是一个小凉亭，上方的话是一个钟楼，顶上有一点哥特式的感觉，在一个墓的中间，这周围全都是坟。这边有它这个介绍，还有一个鸟笼的座椅啊。昨天早知道往前走一走，就来这个地方去下面去扎帐篷了。这些躺在地下的人也不知道躺多少年了，有新坟有老坟，晚上还有个伴儿也挺好的。材质确实都是木头的。这感觉也不错呀，像一个小公园一样。他们欧洲的一些坟啊，全都是这样子的。立一个碑，写上他的名字，几年到多少年。有的坟前有一些鲜花啊什么的，有的就比较冷清。还有一些他们人过来祭奠、祭拜。这边是坟，对面就是村民，这一圈全都是村民的，所以他们也不避讳这些东西。像在我们国内啊。坟的话都要建到坟场，是吧？距离家也是有一段距离的。有的还会刻上一个照片，你看这个上面它刻了一个森林、湖水，打扰，看一下你的家。这个也比较奇特。包括还有这个，但是你看它这个墙啊都比较矮小，就是这个东西从路上特别扎眼，一眼就看到了，吸引了我停下了脚步，过来参观了一下这个坟。我平常很少去坟场的，我也避讳这些东西，感觉不好。行了，继续出发，同学们。哎，哇，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呀？有这个垃圾桶，这边还有这个桌子，50啊，那这个就是卖一些东西的地方。这边是篝火烧烤区域。有几个小棚子，
这里面是用这个纱窗围起来了，在这个地方还可以进来。哇，像八卦阵一样啊！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周围这一圈全都是用这种网子围起来的，好像是一个训练的地方。还有几个这种瞭望塔，那边全都是。应该是这种。不溜 biu 不溜 biu， 不溜 biu 不溜 biu。空隆康啷，空隆康，空隆康啷，空隆康。我没开，应该是这种吧。目测是差不多8、9不离10。野外穿那个吃鸡的那种。不溜 biu， 不溜 biu， 没得开。还有15公里就到地方了，接下来我要赶紧骑了。因为后面的雨也马上要过来了，争取到地方的时候啊，这雨下起来，不想再被雨淋了。这个地方扎帐篷是不错的，那几个小棚子都可以去露营。看一下瑞典的物流公司啊，也是这种仓库，和我们国内的差不多。一般跨国快递，前几天从法国那边邮了几个快递，到这边的话应该是3天到4天的时间，因为这边靠北了嘛。北边这几个就是1天就可以到，法国到德国就1天。到时候我估计我那个快递也是从这个地方再散发出去，散发到小件，然后他们那个快递员再送到一个地方。大半挂，快到了，还有最后的8公里。到了，前方就到了。这边像一个社区一样啊，每一个门上都有门牌号，18、16、14。钥匙放在门旁边的邮箱中，长凳上有咖啡和茶，冰箱里有气泡水。我们还配了饼干和1袋瑞典甜品。祝你住宿愉快。钥匙在旁边的邮箱中。看来就是这个房子了，这个应该是邮箱吧？哎，真是在这儿，挺别致的，一只小猫咪。哇，好香！厨房，这个糖果是软的，像那种棉花糖一样，还不错。这个就是床，他们欧洲的床民宿普遍比较小，一张单人床，我自己也够了。还有个电视，这边应该是厕所，马桶、洗衣机、淋浴配的都是全的，还不错。一天是300多。2天的话，一共是613。
微波炉、电磁炉，可以了，我自己刚好。老板捯饬的，他这个小院还是挺别致的啊。那边是悠潜，那里好像是一个蹦床啊，孩子玩的。还有小屋，这里有一个仓库。那边是游泳池，这边是足球框，一个房子什么都有了。收拾一下，把行李搬进去。住宿的第一件事情，把行李弄好之后，再把所有的电器全部拿出来，充电宝，包括你的露营灯，所有要充电的设备全部充上电。因为充电宝都比较大，有些东西很难充，有时候一天吧充不满，所以先充电。这就是我户外的用电设备，充电宝，这5个在充，3个手机也在充，这些呢就把所有的插座呀全部插满了，其他的都要排队。这边还剩下5个充电宝，还有个小的，还有电池，包括这个无人机的电池啊都没有电了，都需要充，包括还有这个露营灯也没有电了，所以明天这些充满之后再换一批，把这些充上。这是电器。这是我的短裤还有短袖，这都是之前洗好的，等会儿要穿这个。接下来就是要洗澡了，洗澡的时候呢，把我穿的这一身里里外外全部脱下来洗一遍，包括这个毛巾，还有羽绒马甲、冲锋衣、冲锋裤这些。这个睡袋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由于湿气比较重，没有扎帐篷嘛，上面全部是湿漉漉的，就把它收起来了。我们把它打开呢，也晾一晾，不然后面睡觉都是潮的。好了，我现在要去洗澡去了。这把所有的衣服都晾在这边，外面都在下雨，不知道这2天能不能干，就在这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身体恢复好了再继续出发。等会儿弄点东西吃。外面这雨一直在下，幸亏是到地方了，不然又得淋雨。今天炒个青菜，房间里的烟啊，它那个抽烟机好像排不出去。然后就这个报警器一直在响，我就直接把它摘下来，电池给它抠下来，直接塞到被窝里面，不然老是像报警器一样一直滴溜滴溜的响，我都吓死我了。我今天就没有拍做饭的视频了，跟大家好好聊一下吧。也是在瑞典呢骑行了有10多天了吧，10多天了，给大家说一下内心包括身体上的一些情况变化。今天咱们是从早上到下午的是吧48公里骑过来。也算是进入了瑞典的莫斯兰地区，沿雪平这样一个城市。我今天是没有进市区里面的，就是在郊区啊这样一个小房子、小村庄，找到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民宿，在这边准备休息2、3天，主要是便宜。沿雪平呢，它在瑞典啊，人口是排名第9，也算是一个人口比较大的城市了。市区那边有10多万的人。整个沿雪平省加起来的人口总数量能达到33万多，
还是比较大的。包括瑞典的第二大湖啊，韦特恩湖，就是在盐雪盆旁边。你看它这个湖面啊，加上后面的一些森林啊，周围的，所以这个城市的话还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小城。1845年到1940年啊，这125年吧，盐雪坪它那个火柴的制造业是一直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但是现在这个盐雪坪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物流的一个中心。我们今天这一路过来，就是拍了一点点，它整个一条马路两边全都是物流仓库，全都是物流的一些车啊什么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看我的视频也能感觉到，天天就是下雨，因为这边的气候它已经不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它是属于温带大陆湿润性气候，也是一种气候的一种啊，就变化比较复杂。你像夏天的时候呢，这边的平均温度20度左右，然后也是很舒适。冬天的话就比较冷，虽然冷吧，冬天的雨水就会少。夏季的雨多，主要是流雨多，经常在路上，今天哗哗下一阵，明天出点太阳，然后出完太阳接着又下一段，所以说10天在路上，差不多有8天9天都是阴天雨天。包括我走过来这10多天，刚开始1天2天还没感觉到，这10多天啊，你越是深入村庄，越是深入一些城镇什么的，你能感觉到他们这边的人啊，怎么讲呢？就是感觉比较闷。可能是因为这边，比如说极昼啊、极夜啊，加上国家大，森林又多，这边瑞典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64%，地广人稀，经常有一个在苏林的一些小房子，他一天到晚见不到人。我们在这里待个3天5天还好，大家幻想一下，他们从小到大每一年就要经过极昼极夜，极夜的情况下，一天24小时全部都是黑天，你在一个树林子里、小村庄里面出门都见不到几个人。你想想，他能不抑郁吗？为什么说北欧这几个国家的抑郁患者都是比例比较高的？这也是有这个原因的。首先呢，你说气候每天下雨，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极昼极夜，一天24小时全白天，一天24小时全黑天，然后加上呢人又少，一天到晚碰不到几个人，你说他人能不抑郁吗？所以这段时间我走过来，我自己的内心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呢，我的适应能力吧还算是比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呢也还不错。经常吧，在路上自己和自己玩一下，这都是算是自我调节。有的时候偶尔大叫一下，有的时候唱下歌、跳下舞，其实都是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你不然一直每天闷下去，整个人不出10天，你就直接会抑郁。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在瑞典走和丹麦走完全就是2种概念。我现在恨不得现在立马回到丹麦，每天有住不完的小木屋，每天有见不到的一些骑行的一些骑友，一起聊天、烤火、篝火晚会、喝酒吃肉，那种感觉多美好呀！我现在才感觉到瑞典那个丹麦多幸福呀！我在瑞典，就是丹麦就是阳光、曙光照耀着你，瑞典就是阴暗笼罩着你，就是有一种这个无形的大手在笼罩着你，每天呢就是影响着你心态的一些变化，就相当于我现在一个人正在一个茫茫无际、满天漆黑的一片沙漠沙海当中独自的行走。我只有穿越过去才能看到黎明的曙光，所以瑞典这个国家时间久了，还真是特别的难受，容易发生扭曲。啊，到底是环境改变人，还是人改变环境？这个问题在之前的时候还有疑问，但是我现在来到这个国家，发现是这个整体的国家的大环境在影响着我在发生改变。我不敢保证是我骑完瑞典这1个月2个月的时间，会不会整个人会变得抑郁，整个人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都是不一定的。我虽然可以调节，但是时间久了，我估摸也会。但是我现在恨不得我立马坐个火车、坐个车，赶紧去到其他国家感受一下那种其他国家氛围。这个国家你越去了解，越去深入走进一些乡村城镇，你会发现整个人你会变得越来越抑郁。这是我对于瑞典这个国家比较10多天的一种感受。这才10多天呢，就已经感受到这种了。这要再走个1个月2个月，我估计整个人都麻了。我今天就好好休息，先不想，这2天都好好调节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调节好了之后呢，继续出发，感觉不太对劲了，再停下来，再调节一下，能坚持走多远就坚持走多远吧。其实这边的路吧，比德国还好走。我在德国走的山区，这边路呢平均比较平，每天吧就是上下海拔都在100、200左右，没有特别高的海拔，路也比较好，路况也比较好。
路上车也少，我经常走机动车道，也比较少。但是就是这个环境啊、天气，哎呀，头皮发麻。哎呀，不说了，今天就早点休息了。也是好久没有坐下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天了。明天衣服不知道能不能干。休息2天，继续出发。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你看遍山川湖海。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瑞典。今天已经是8月7号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瑞典的盐雪平。我接下来的计划是前往130公里处的林雪平，去那边坐火车前往瑞典的首都城市斯德哥尔摩。刚才是找到了一家户外店，在这边买了2罐气罐，还有一个睡垫。我这几个防潮垫都已经不防潮了，有的时候下雨潮湿啊，它上面都湿漉漉的，睡觉特别难受。所以今天也是花了重金，这些东西一共是花了1495，将近1500块钱，买了这3样。现在准备出发了。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啊，正儿八经的户外店就这么一家XXL，也是第一次进，感觉里面的东西还是贵啊。今天天气不错。半阴半晴，其实这边的气候它比较少见，属于温带的陆地湿润性气候，这种气候真的太少见了。这个地方蛮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公园，一种小型的高尔夫打球的那种，打球打到那个洞里面。出汗了，调个红的，掉，捡起来，2个苹果，这个真好吃啊！最后一个上坡了，上去就是缓下坡了。哇，这个山爬的真是我累死了。这今天下午突然就起了大风，下着一直在下雨啊。这边找到了厕所。停下来上个厕所吧。哦天哪，太难受了，一直都在刮大风。这种气候就是这样。今天头午还好，这下午直接起一阵大风，天全都是黑压压一片。这雨都不是竖着下的，它是这么横着下的。哦，赶紧走了，去下一个地方，找个地方住宿。Hello。Hello。小朋友。这是 hotel。Over there. Here. The red one. Okay. I can show you. Okay. Over there. Oh, this hotel. Yeah, enter there. Oh. Go around. You can go Oh. to the garden here. Yeah. Yeah, open right there. Oh, okay. Yes. Thank you. Yeah. 怎么有一种恐怖的感觉？我天哪！我问一下他。5447166。用户正忙，这是宿舍1号楼。哇，这个地方感觉有一种很恐怖的感觉啊！为什么这个酒店？完了还没有人，打了他2个电话都打不通。今天晚上还要刮大风下大雨，这个打电话也打不通。还有一个这种小屋，小屋都是干嘛的？这里面也不能睡觉呀。这附近有一个滑板乐园，这边有片树林子，其他的也都没有了。我去那个滑板乐园看一看吧。那个地方
没有人，没办法呀。我这看到了好多的这小木屋呀，不知道可不可以住啊？好像是别人的家呀。这个小木屋挺好，但是我需要跟人家说一声。哇，这太好了，铺上防潮垫就可以睡觉。有这个介绍，拍一下。1936年的政府捐赠，1938年底搬迁老师的住宅母校，诞生于1851年。哦，这就是一个教学法的一个学校，里面有灯。啊 ，hello，hello， hello， tonight I want to sleep here. So, okay. Here we sleep. Morning I. Okay, thank you. 哦，那个大叔。啊，我这个散装英文真的是够呛了。可以了，他同意了，在这边睡一晚，铺个垫子。哦，太棒了，太棒了！现在这小雨越下越紧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铺一个垫子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很好。这是新买的这个防潮垫，是一个充气的。这两个一下雨啊，已经不防水了，它们都是湿漉漉的，用这个硌开，睡觉的时候会舒服一点。我这常年经常在一些地上硬着的地方睡觉，因为这种地方都比较硬。这个是一个充气的，软的睡觉啊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有买那个充气的，那个兜只能用嘴吹。睡觉就这么睡，躺上，然后把睡袋套上。就比较小，还是挺舒服的。这晚上降温降得太厉害了，好冷啊！今天晚上也不想做饭，我这还买了这个奥利奥的饼干，这还有香蕉，我就准备吃点饼干，吃个香蕉就休息了。我明天就要想办法前往瑞典的首都，因为这边过去还有个300多公里，如果骑行过去的话，加上下雨啊，包括路啊、刮风啊。3天可能到不了300多公里嘛，将近400公里。时间上有点赶不及，因为我是突然接到了波兰那边的电话，需要一个面试，必须本人要到。所以这次呢，也是以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可能坐公交车或者是坐火车，考虑把自行车一块带过去，先放到瑞典的首都，把自行车安顿好之后呢，还要再坐船，然后前往波兰。到了波兰之后，这次在那边可能需要到1个星期到2个星期的时间吧，去处理这个事情，还要去递交一些资料啊什么的，具体的一些事情还要当面到了之后才能知道。外面还在下雨，好冷啊！今天幸亏有这个房子，挡风躲雨，不然第2天又是难受，被雨淋。
又是下雨天，好冷啊！这边垃圾都是分类的。我现在要前往火车站坐火车去了。今天又是下雨啊，阴天。这个季节，人家在家里面都不出来的，我就不去跟那个大叔道别了。这边人发现都比较社恐啊。这个雨虽然下的不是很大呀，下的特别密集，一直没停。我的鞋子、裤子都已经湿了。还有个15公里就到地方了。再坚持一会儿，看看那边有没有车站可以坐车的。今天是必须要到首都啊，不然后面的时间可能真的就太急了。风吹雨打，不怕困难。这个火车站的话，它是没有售票的人的。这个70.62欧，563.95。支付成功。8月9号的17:40， 5点40分，5422A。看这边是电梯，只能上电梯上去。2A， 2楼。上去等着吧。5点40，现在是3点40，还要等2个小时。我先上去看看那个火车的话，有没有上自行车的标志？现在不敢确定自行车能不能上火车。2A 在这，3B2A。我的那个车票的话，就是乘坐2A。SPAR2A 往那边走，所以我的乘车点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所以等一会儿，我先看一看来回的这些火车啊，它有没有上自行车的标志。只要确定了有自行车的标志，那么就没有问题了。现在上车前已经知道了。这边还有一个停车休息室，里面是禁止吸烟的。哇，还有暖气啊！好暖和呀，这里面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看看对面那辆火车呀，能不能上自行车。这是我在北欧国家第一次乘坐火车，之前都是骑自行车呀，看不清啊。这里有个购物车，哎，上面这个标志啊，有狗、摄像头、自行车、宠物车，那就说明是可以上自行车的。已经开起来了，等会儿的话。那个火车从这边过来，是往那边走。现在上车点也找到了，自行车也确定了是可以上的，那我们就停下来静等2个小时就 OK 了。看这袜子呀，都是已经湿透了。没事，穿着就气干了，也习惯了。
Uh-huh. Bicycle here is okay. No, it's not okay. Not this train. You have to go with another train. I have ticket. Yes, but you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your bike on this train. Kind of train maybe, but not this train. 操！现在自行车已经弄到车上去了，是这个大哥给我找的车，然后呢也没多要，来回得500-600公里吧，差不多是2000多人民币。他的朋友也过来了，现在准备出发。Thank you, friend. You're welcome. Hello, China. Oh yeah. Hello, China. OK， 继续出发，拜拜。哎，大哥人也特别好，那个火车不让坐就只能花点钱了。火车票是将近600，这个是2000。哎，今天也是重金呀。好了，现在准备出发。这个雨是下了整整1天，昨天晚上下到现在。坐车感觉太快了，这一会儿先走了20多公里了，今天晚上就到首都。你在中国待了多久 ？How long you in the China?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China? Just 3 weeks. Oh, 3 weeks, 2 weeks. 有学习过简单的中文吗？ I have learned simple Chinese. 你好，谢谢。 No, not so much. Welcome to China traveling. Yeah. China's food very nice. 火 Very nice. 锅。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回国，回家看看父母。 In a few months, I will go back to China to visit my parents. 爸爸 father, mother, mama, yes. Then come again. No. Fly. Yeah. To China. Yes. And stay in China. Finish. Finish. Relax, China. Relax. And go to America. America. No. 哎呀，西瓜 Play 的总决赛还没有拉票，排到第28名了。明天拉票，冲刺前10。进大城市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现在已经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了，穿一个隧道就到地方了。朋友们，我已经到达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了。刚才在一家中餐厅吃饭，碰到了山东老乡啊，李兄，他是山东那个，我是济宁的，我是济南的，老乡见老乡了，过一个，哎呀，我在路上见不到人，你知道吗？碰到老乡我太激动了，嘎枪。行了，我待会儿我就回去了，然后咱们到时候再联系。好嘞，好，谢谢。这晚上的首都还是热闹呀。经常走一些乡村什么的，也见不到这么多人，男男女女，太棒了。进入首都城市就是不一样了，大晚上的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人烟也多了。也热闹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是因为是没有坐过火车，也不知道它具体的流程能不能上自行车，所以就很麻烦。前后问了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个大姐，因为我是开着摄像机过去的，她就比较反感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呢就不说不要让我拍她了，我就把视频也没剪到里面去，就删掉了。后来也是饿嘛，一天到晚没吃饭，跑到了一个土耳其人开的一个餐馆。然后我就静下心来吧，先把这个火车的事给他问清楚了。我现在呢就明白了，在瑞典，大家如果要是自行车上火车的话，首先要看准是哪个火车，一般是那个 SJ 的火车啊，就是我今天坐的那辆火车。
那辆火车理论上说是可以上自行车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打包好，或者是放在纸箱子当中，或者是放在袋子当中，并且长宽高呢是140的、85的、30，不能超过30这么高，还要重量，还有就是不能超过25公斤，你才可以，还不可以上，还要看有没有空位的情况下才可以上。一般那种黄皮的，像带顶棚的那种火车，基本上都是可以上自行车的，所以今天也是。明白了这样一个事情，还是挺麻烦的，真的挺麻烦的。然后大哥也是知道我这个情况，他也以前跟他朋友在中国旅过游，待了2-3周吧。对于我们这个中国是特别的夸奖啊，道路宽，高楼大厦也很漂亮。知道我这个需求，着急来首都这个城市，然后就联系他的朋友把我送了过来。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找了一个宾馆，开了一张双人床，先将就一晚，明天去找个地方。住宿，找个地方露营，然后还要把一些行李啊、单车后期再弄好，可能还要再去拜访一位中国的朋友吧。所以这2天呢，事情还是有点多的。等过2天，咱们可前往波兰了。我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普雷嘉年华嘛，三丰也需要大家的投票支持啊。现在是第28名，这个的话我还是觉得积极参与一下吧，努力一下，咱们往前冲一冲，争取冲进个前10名就好了。这样有一个更高的曝光度，让更多的一些粉丝朋友们能看到三丰的环球骑行。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也是有点累了，我就早点休息了。麻烦大家去投票啊，西瓜 play， 加油！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你看遍山川湖海。来事儿，大家好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现在正在骑行欧洲。今天已经是8月13、19号了。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欧洲波兰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庄呀。这次来波兰，我的自行车还有我的行李装备什么的，都是放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中餐厅火锅店里面那个仓库那里了。老板人都是特别好的。这次呢，事情也是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要在波兰这个地方少20天多30多天吧，时间上呢还是有点久的，不过也没办法，就当是度假休息了吧。我记得第一次来波兰的时候是11月份，去年的11月份、12月份，那个时候是冬天，是下着雪的，温度特别低，特别冷啊。这次8月份来波兰，这温度太高了，主要是全球变暖嘛。其实原本温度这个国家就是20多度，很舒适。现在全球变暖之后，温度是30多度，这几年温度都特别高。第一次刚进波兰的第一天，那天是36度的一个高温，坐船呢是18个小时。先是从瑞典的首都去往了那个口岸。港口从港口坐船18个小时，我当时是穿的冲锋衣、冲锋裤、保暖内衣、保暖内裤，给我热的头晕眼花呀！坐船18个小时，到了波兰的边境那边港口了又要转车倒车呢，去波兰的首都华沙，又是好几个小时。从波兰的首都华沙又要倒车去波兰的一个村镇卢布林，又要好几个小时。从卢布林又要倒车，然后一直到现在，这边已经靠近乌克兰了。就是乌克兰边境的这样一个山村村庄，这边人少，算是在山里嘛，空气也好，环境也好，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都是在这个小村庄有一个小木房子，在这边度过了。前段时间咱们参加的那个西瓜普类嘉年华呀，咱们三丰从众多的自媒体玩家当中
一路过5关斩6将，突破到了第10名，最后呢是第6名啊，圆满收尾。三丰也是特别感谢大家一路支持与陪伴，还有通过这段事情啊，也是来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朋友，刚刚关注三丰，也是欢迎大家，也是特别感谢你们点的关注啊，我会继续努力的。三丰啊，在异国他乡，咱们在波兰祝2023年西瓜普雷1年1度的嘉年华活动啊，能够圆满成功。唯独可惜的就是三丰不能亲自到现场了，这个比较可惜。不过呢，也没办法，给大家鞠一躬，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再鞠一躬，再鞠一躬，谢谢大家。我这好几天没拍视频，我都想念大家了。我住的这个地方啊，空气环境也是特别好的，大家这2天也是等着急了。但是不必担心啊，三丰一切都好，身体倍儿棒。这2天我也是计划，也不能闲着嘛，就该健身健身，该休闲休闲。这条鱼呢，到时候我找根杆子在这里面钓鱼，这也没啥人。完了，这片草原啊都是我们的，周围几公里呢就是几户人家，那个小木屋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小木房子，环境是特别好的。我会每天把这边的一些景色，平常就是做饭。洗衣服，咱们玩一下，互动一下，简单的一种骑行休闲生活嘛。其实长时间在外面骑行啊，你真的有一天停下来了，10天8天的还行，你要时间久了待不住，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在路上每天从这个地方搬家到另一个地方这种生活了，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了，让我安下心来吧，还真的安不下心来。但是呢，确实也没办法，朋友们，目前是没办法再从瑞典那边骑行的，所以只能在波兰这边等一段时间，到时候咱们继续出发，继续开始我们的奇幻旅行。这地方环境真不错的，休闲一下也不错。这个小木屋啊，都是木头的啊，给大家看一看，一共是上下2层。进门之后啊，这边是厕所，有冰箱、厨房什么都是带着的。你这切的咋样了？切完了。牛肉芹菜卤呗。对。然后卤，然后再个刀削面，煮点面条。大家去楼上看一下我的房间，我晒着衣服有点性感。有点性感，你可以换一个啊。这是我们买的这个零食啊，这都吃老多天了，全都是木头的。刚刚是来的时候，它这个还有一点木头的味道，现在都没有了。我是住这边这个房间，哇，这风太凉快了。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住上欧洲的小房子了。外面这个雨下的真是太大了，往里烧雨啊！我先把窗户关一下吧。哎，我袜子拿一下。哎，这就是我住的这个房间。哎呦，我天，这个雷打的心惊一下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俄罗斯那边打过来了，我可能。
看这是四太太她的房间啊，这房间就小一点，也是2张床。这雷太响了，这哗哗大雨啊，电闪雷鸣啊！哎呀，这整体来说还不错，就这样一个小木房子。下面还有一个沙发床，那边有个衣柜、餐桌，外面可以坐一坐。包括我们门外面整一片草坪啊，都是我们的。从这个地方过去，那边还可以游泳、钓鱼。这院子里有个这种蹦床，还有滑梯。这边有这种点火的石头，还有一个烤箱，也可以烤肉。这地方很棒啊！芹菜怎么这样子？他这边芹菜都这样，咱都是拌啊，芹菜叶子单独卖。拌芹菜。这不切一段，我感觉炒不熟，太厚了。主要是底下根儿吧。但我正常我没这么切过。咱们切片就行。咱们那边芹菜不像这样这么粗。够了，一半就够了，我觉得。够了。菜板太小了，多整点吧，就整点晚上也能吃点。这炒完缩水，肯定得缩水。好，把面条开锅，马上炒菜。来，这是2个卤子啊，芹菜牛肉，还有这个炒鸡蛋，面条装上开吃。来，这是谁吃的大葱啊？我昨天剩的。哦。我昨天我就剩一包。面条。我觉得我还是整点鸡蛋卤，鸡蛋豆瓣酱。哎呦我天，香的！这蒜也年轻啊，这蒜，蒜也年轻。来一口。整点猪肉，整点猪大葱，哇，老香了。韭菜鸡蛋也行。这边人不怎么吃韭菜，我发现真不怎么吃。超市人买都买不了。这么好壮阳的东西，他们真不会享受。可以自己摘啊，自己摘，自己摘。和面，再剁馅儿，再和馅儿，再包，最起码1下午。还得擀呢，擀皮嘛，我给你包。好吃。光没了，太香了。还有面了，你还吃吗？我不吃，你来。我都吃了啊。是。这汤一泡下回头好吃。对，汤也好吃。炉子是不是没关呢？哎，来车了。看一下啊。来了，姐。来了。没有，我拍一下。哎呦，记录生活嘛。哎呀，你们还买的菜呀？谢谢。哎呦，真的烤炉。哎呦。还给我拿啤酒了，哥。这是我拿的吗？今天这烤肉买的这菜肉，大哥大姐来的，我们一起吃饭。真是我拿的啊！烧烤。哎妈，给我。今天也凉快。来，姐，可以放这里头，还有鱼啊！哎呦，太丰盛了，这老多水啊！就这一种现在。我的天！走，就先放这儿吧，放这儿吧，等会儿咱就直外面直接就做了啊。对，
还有啤酒，你看大哥多到位啊！看这是大西瓜烤盘，哎呀，这个牛，我们冰箱老多牛肉了。很多牛肉啊，对，老多牛肉了。看我们这有这个炭，它这个房东是自带的，有这种炭，2.5千克，这是超市里面那种，它是配这个烤箱炉子，可以用这里面烤。然后大哥他是把那个电炉直接拿过来了。都是喝哦，你们就不喝自来水，全部喝这种？从来没喝过，我喝那水我就喉咙就不舒服难受。他这个水就不能喝呗？反正我就打的挺浅。它这个水过完滤之后，很多那个细物的。好。是这个也是啤酒啊。哎哥，这老多。这种啤酒特别不好找，是1664啊。感谢。这今天晚上本来说好的，说来了一块烤肉吃，又是带的鸡肉、西瓜什么的一大堆，完了就剩下我们几个了，还是约到下周吧，下周周一、周二他们有时间的时候，然后一块过来，就在这个院子里，也大。下午的7、8点啊，太阳落山也都凉快了。但是今天这个雨一阵一阵的，现在又停了，等会估计还得下。那边是晴的。这头里这一块全是乌云的。大哥大姐人真的是特别好，你看这是给我拿的这些水，因为波兰这边不像瑞典还有法国那边啊，水的话呢好像是不能喝的，喝多了好像是长痘。他们告诉我，这些水还有饮料、可乐、水果，这个烤箱炉插电就能用。那边还有西瓜，包括这个代步电动车是我们中国邮过来的，也是让我们先骑着。到时候走了，他再拉回去啊。小车挺快的，现在把这些东西整理整理啊。这儿啊，相机啥的拿屋里去了啊。都行，我觉得这个好，这个对。晚上收藏啊。这全是你过来，你看，掏了穿上了。3个玉米够了吧？还有一个冬瓜，给冬瓜切成片。冬瓜炖汤喝好喝，你知道吧？冬瓜炖那个排骨啊什么的，有蘑菇的。咱们现在一点菜都没有。没有，咱们就吃肉就完了呗。行，我这一扒着玉米，咱们就吃肉就完了。这四儿都把肉什么的都腌好、穿好了，但是呢，大哥拿来的这个炉子呀，好像有点问题。它插上插座之后，这个开关开了，它是打不着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走开，咪咪，不要电到了啊。这样把它给插上，开关打开。啊，这灯是不亮的，这个好像有点坏了，所以我就用这个。这边有炭，这个是房东的。照上炭之后啊，我们那个打火机就派上用场了。我告诉你，我这点着了，咱们就烤啊。不是，你就对一个碳呲就完了，呲完给它放底下，然后剩下都往上面摞就行。对，着了。嗯，那你这枪他妈呲啥插不着啊？你呲铁都能呲化了。这气儿不够了，主要是。玩意儿整呗。
子往底下翻一下。你别动了，就先烤一会儿。先烤一会儿，先烤一会儿不行，你动那啥了，底下正好受热呢。烽火狼烟孤身渡，我披坚阵甲在守护。行了，这回是着了，三。扇一会儿，再扇一会儿，不然这个还是不行。烽火狼烟孤身渡。呼没火星子，太累了。嗨，上肉吧。这肉串。咱们这个人是无敌了，直接用铲子刷油。我们就边烤边吃啊，差不多烤上2个小时也能吃一口。庆祝我们今天第一次烧烤。来，这不就有灯了吗？天天一挂，来竖在这儿。哎，对，行吗？晒我脸了，晒脸了。哎呀，我操！这行吗？晒眼睛。就这样吧，就这样吧。离远点儿。画个暖，它没办法了，它这个它没有杆了，你知道吗？画个暖光呗。行。那也没办法呀，只能这样。多好。新疆羊肉串，串入味，好得很，喷香喷香。羊肉串，羊肉串，猪肉串，猪肉串，好香的串串，香不香？你说真香。你妈傻逼吧你！我感觉这能吃了，操！能吃你也不能吃，我看看，这吃完拉肚子啊！我告诉你，没熟你吃了不拉肚子吗？新疆羊肉串，好吃的很。这大蒜是熟了，铁皮。熟了吗？哎我，还有没熟？哎我，蒜熟了，吃个大蒜吧。外焦里嫩。哎，再过5分钟，我这个腌那个绝对是正正好好。太牛逼了。牛。牛。这是牛肉串，牛肉可以吃，香吗？可以吃。捏2个。香啊。熟啥没熟？熟了，牛肉7分熟也熟。牛肉倒是可以，猪肉还是烤熟点。哎呦我这料条咋样？好。哎呦我，来整口来。来。羊肉串那么羊肉串，猪肉串那么牛肉串，加上小鸡串，它这个串入味，温温上头。这个花我觉得真难受，为什么呀？跟有病似的。西方人嘛，就老整。他这个你知道是干嘛的吗？挂在那个上面，腌上那个肉炸满上面。他可能没有说像咱们这个这么烤过，这一整就老卡着。对，你看我就卡着那弄嘛。新疆的羊肉串，串好吃，喷喷香头。熟了吗？这肯定熟。来一口，哎呦！你咬口肥肉吧，怎么那么喷香呢？没熟，太腻了，我天天。不行，还得一个大蒜，外酥里嫩，是吗？给我来一个。来一个。带皮吃就行了。外酥里嫩。这边没有炭，你看差不行了。行，真好。好，你镇的啊。啊。咱俩呢，手剪刀布。啊。赢了的吃串，输了的喝酒。行吧？1把定输赢啊！不，咱就1把1串，就1把1串，1把1口，1把1口，完输了的喝酒。那酒怎么喝？1口也是1小口。
啊，好，来吧，来，行，咱们一把一半吧，一口但是不过瘾。就一瓶的话，咱就是喝5口是吗？或者是这就喝3口就行了，半瓶，一瓶6口。一瓶6口。OK，来吧，来吧，石头剪刀布。喝酒。先吃一串啊，自找没趣儿啊。哎 ，OK，行，来，继续来。哎呀，好，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真的布。哎呦我操！啊，愿赌服输。不错。我这个是500毫升的啊，我这个喝8口啊。我这个更大。你这330，我这喝多少年酒？来吧，我得赢一把，我吃一口。来吧，太馋了。手剪刀布，手剪刀布。哎呀，我终于吃了。啊！哎，赶紧吃。我操！哇，只能吃一口啊？只能吃一口，你一口吃完了。来。OK。我这个还没熟。来，石头剪刀布，把我那颗吃完，就一个肉。不玩了吧咱？啊，不玩了，不玩了。换15、20，15、20那嘟脑子不行。放点油。香啊！别说没用的。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哎。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向着远方出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它如刀，让我伤痛。我总是在这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的离别情景。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娇艳，那是我破碎的心。我的心去那么平静。咱俩互相带懵了呢，带懵了都，开心就完事儿了。哎呦，来个不对，没关系。啊，我酒呢，涛，你刚才不起了吗？喝完了。哎呦我天哪！行了，咱们少喝点吧，差不多了啊。不行，涛。好，差不多了，一瓶了，瓶中酒。哎呦，喝撑了。好久没喝了，主要是。等会儿，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承受沉重等待。
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它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这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站在这里，等着这种唤醒。来吧，喝吧。离月清静，你站在七人拥间，那么孤单。那是我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我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在归乡路上，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笑颜。那是你，那是你，一群满飞，那是你，温柔如水。好，好，共同为我们鼓掌。大家好，我是陶三丰。从瑞典来到波兰之后，在乡下租了一个小木屋。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快1个月了。最近这1个月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改变了很多计划，所以视频也一直是断更状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你小心翼翼抬起头，看着黑暗，透进一束温暖的光。别怕，那是我来到你身旁，别做求我，让我看看你模样。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爱，总有一个人给你关怀。别怕，总有一个人让你依赖，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走出阴霾。我现在所处的具体位置是在波兰的东南部，普勒梅希尔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昨天晚上是波兰的一位大哥过来看我们来了，在院子里一起烧烤吃的晚饭。近期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都问波兰来干嘛。这次来波兰的主要问题是处理我的签证，1个月的时间呢也结束了，目前还是不太顺利。这个木房子9月1号我就要离开了。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爱。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关怀。别怕，总有一个人可以让你依赖，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走出阴霾。当雨过后，我悄悄和你说个满怀。世界有很多美好值得期待，慢慢掌舵自己蜕变成一个小孩。
乌云刚好散开，我刚好走来。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爱，总有一个人给你关怀。别怕，总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来，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走出阴霾。就算世界不给你拥抱，我在。
波兰今天又是30多度的高温，早上起来也是把昨天晚上吃的一些烧烤的垃圾什么的重新清理了一下，这样看起来干净不少了。不管是骑行啊还是不骑行，保持干净整洁啊，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了。今天是8月29号，还有3天就9月1号了，我就要离开这个小木房子了。这次来波兰呀，有很多的朋友们对于我好好的在瑞典骑行，突然之间就找到一个小木房子休整，有很多的疑问。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是一名中国人。中国人如果想在国外，不管是什么国家，旅游也好，骑行也好，还是生活也好呀，都需要有一个签证，就是护照上面要有合法合理的一个身份的。如果没有这个身份呢，那你就算是偷渡或者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当时我从非洲那边申请了欧洲这边的一个旅游证，是商务旅游嘛，就过来了。到期之前呢，还想在欧洲这边继续骑行，然后就联系到了波兰这边可以办理欧盟的居留卡、居留证嘛，所以就来到了。当时也是递交了资料，然后呢也是递交了很多文件，在我的护照上面卡了一个临时的章，就算是相当于一个临时的证吧，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当我骑行穿越到瑞典的时候呢，就突然接到了波兰这边的电话，说有一个当面回访，必须要赶紧过来回访一下，只有那么5-6天的时间，所以就比较着急，急急忙忙的就离开了瑞典，来到了波兰。这是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来到了波兰这个国家。去年的12月份到现在，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了，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的，没有拿下来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可惜。昨天的波兰大哥我们一起吃饭呢，也是商谈了这个事情，给了2种处理方案，要不就继续等待。这个等待的结果呢，有可能是1个月，有可能是3个月，有可能又是半年，或者说呢，就把这边撤销，转到另一个镇子，从那边再重新递交资料，重新申请。这样的话呢，又是半年的时间。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半年到1年的时间才可以拿到正式的卡。如果我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啊，估计大家都把我忘记了。还有一点的话，就自己的吃喝拉撒这方面的可能也没办法去，是吧？毕竟是欧洲嘛，这边收费也高，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我决定9月2号返回中国。这个决定是比较艰难的。很多朋友说一定要坚持啊，坚持是比较难的，是很可贵的。但是有的情况之下，放弃我觉得比坚持还要难。这就是我接下来的一个决定，9月2号返回中国，开始在国内骑行。朋友们，从中国可以从那边重新再申请欧洲这边的一个签证也好，旅游证也好，还可以再过来继续骑行。所以近期的话呢，我就不想等这么半年1年，想走起来，所以就想回国了。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后期国内的骑行吧。可能大家接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三丰啊，好可惜啊，怎么样子的？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团队，我干什么都是一个人。线路的规划，每天的露营，包括处理的各种事情，都是一个人在路上解决。你一个中国人在海外异国他乡，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是很难很难的，甚至是寸步难行的。所以我能在欧洲、非洲走过来，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今年回国，准备在国内，想在国内走一走。有的时候计划也是赶不上变化，所以呢，我就是随心了。它随着怎么发展呢，就怎么去做，不要去强求。既来之则安之嘛，大家也不要觉得可惜什么的。关于以后啊，冰岛呀，包括挪威啊，极光的话，我答应大家是一定会来看的。这边呢还有一个民宿，也是小木房子。待了这么久啊，附近的很多东西都没有逛过，今天也是走一走、逛一逛，放松一下身心吧。还有几天就要离开欧洲了，这应该算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个视频了。下一个视频有可能就国内再相见了。回国就不用每天担心各个国家的时间，担心一些签证的原因了。在自己的祖国，想停就停，想停多久就停多久，想走就走。也是出来2年了吧，是时候回家看看了。
还有我们住的这个小木房子呀，这个小木房子呢是我们在 Booking 上面找到的，一个月的房租是1万，因为我们是几个人住的话，平摊下来一个人就几千块钱吧。这里还有算是一个房间牌，下面是有这个电话的，晚上它都是有一溜小地灯的，还是挺漂亮的。哎，嘿嘿，时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时时刻刻准备着出发，加油，朋友们！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起大风下大雨了，好冷啊！一直都在往里烧水，电闪雷鸣。